顶流半年成绩单，杨洋靠作品翻身，诚意吃老本，肖战赢在了格局。今年这场90后顶流古偶三国杀实则错位竞争，诚意被富山海拖累，空有演技却难演剧本短板。杨洋靠《凡人修仙传》豁出去的狠劲逆袭，证明脸能耍帅更能演戏。肖战则借郑晓龙加持，完成降维打击《藏海传》，用精良制作稳立7分水准流量与实力的终极答案，从来不在同个牌桌上的，咱也别绕弯子了。今年这场所谓的90后顶流古偶三国杀，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错觉。当肖战的名字跟郑晓龙3个字摆在一起时，牌局的性质就变了，人家直接掀了桌子，换了个玩法，你还在这儿研究怎么出对3呢？先聊聊那个最让人五味杂陈的吧，诚意。自从莲花楼之后，这哥们儿几乎就被架上了武侠一姑的神坛，好像全村的希望都在他一个人身上。结果呢？富山海来了。怎么形容这感觉呢？就像你饿了3天3夜，心心念念想吃顿满汉全席，结果端上来一盘拍黄瓜，还忘了放蒜。倒不是说诚意演得不好，恰恰相反，这剧要是没他，估计早就沉到水底，连个泡都不冒了。他还是那个他，眼神里有戏，打戏也利落，硬是把那个不算出彩的男主给撑了起来。可问题是，整部剧就像个巨大的短板木桶，全靠他这块最长的板子在那硬撑着不漏水。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你糊弄事儿，大家心里门清。莲花楼攒下的那点好感，可经不起这么糟蹋。诚意团队真的常点心，观众的爱不是取之不尽的银行存款。说完可惜的，再看看那个从谷底爬回来的杨洋。讲真，《凡人修仙传》播出前，谁看好他？我反正是不看好。前脚刚在我的人间烟火里游到被全网群嘲，豆瓣2.7分的丰功伟绩还挂在那儿呢。那时候网上骂他演韩立，那架势简直是恨不得把他从屏幕里揪出来。所有人都觉得这位初代流量怕是要彻底凉了。结果呢？他愣是把一副烂牌打成了王炸。这事儿妙就妙在，他没想着去洗白，而是直接把自己摔泥里了。在《凡人修仙传》里，他不再是那个时刻需要45度角仰望天空的精致偶像，脸上有了土，眼神里有了狠劲儿。他不再端着了，整个人松弛下来，反而对了。这场翻身仗赢的不是别的，就是一股子老子豁出去了的劲儿。他告诉所有人，他这张脸不光能耍帅，还能演戏。这一下口碑回来了，路人缘也就活了，后续的雨霖铃自然也就成了香饽饽。最后咱说说肖战。如果说杨洋是绝地反击，诚意是原地踏步，那肖战的《藏海传》就是一次降维打击。他聪明就聪明在，他知道流量这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，必须得找点硬通货傍身。什么是硬通货？郑晓龙就是。跟郑晓龙合作，这事儿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。他等于告诉整个圈子，我肖战不光有粉丝，我还有顶级导演的认可。这就跟一个网红歌手突然被李宗盛叫去写歌一样，身价和地位完全是两码事了。藏海传本身是不是神剧？我看未必。开播时吹成琅琊榜第2，那是纯属瞎起哄。他的权谋线其实挺小儿科的，但架不住制作精良，演员在线。郑晓龙用他最擅长的手法，把一个故事讲得跌宕起伏，让你没空去想那些不合理的地方。豆瓣7.1分，不多不少，刚刚好。这分数既肯定了剧的品质，也没把他捧上神坛，对肖战来说是最好的结果。这一仗他赢得太稳了。稳到什么程度？稳到他甚至不需要粉丝去跟别人打嘴仗，作品自己就能说话。从《陈情令》到今天，
他终于找到了流量和实力之间那个最微妙的平衡点。所以你看，这半年斗下来，哪有什么真正的对打？程毅还在自己的舒适区里挣扎，杨洋拼死拼活地跳出了泥潭，而肖战人家压根就没下场，直接坐到了评委席上。谁领跑？这还用问吗？